现在我要教你们的这些魔镜粉、月光粉、人鱼粉等等，这什么市面上有好多名字，但是只要是这种能蹭粉类的，它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操作方法都是一样的用，只不过它表现出来的感觉是不同的，好吧？然后有一个是。这个我们需要知道，它操作就所有粉的操作，它需要有一个这个胶的底，也就是说，只要是免洗类的胶，你甭管是整甲的还是纹路还是渐变，一定是在免洗类的胶之后操作。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透明单钻胶不是免洗的，那你蹭粉可能出来的是颗粒感。如果它带着免洗，那说明这个胶就可以蹭粉。那如果说你看像这个硬式免洗封层，它也可以蹭粉。然后像这个写着是一个硬式封层，但是它封层嘛，肯定是免洗类的，也可以蹭。就是我刚刚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是在免洗类的胶之后去进行这种粉的操作。所以同学会问，老师我色胶之后能蹭粉吗？可以，你这个封层之后也蹭粉，你爱啥时候蹭啥时候蹭。但是你蹭粉之前一定是要有免洗类的胶去进行打底。如果你要做满甲的，那你就满甲涂，全甲类的，那你就整个指甲去涂上一层封层。如果你要做这种纹路类的，那你就只把纹路去做一个，用这种免洗类的胶去做就可以了。像免洗类的胶，除了这种硬封，对吧？硬式免洗封层，硬免封啊，我就简单写一下，硬式免洗封层，还有这种免洗的粘钻胶。可以蹭粉，我们日常的这个亮封，对吧？免洗亮封也可以蹭，磨砂封层不行啊，磨砂封层不行。还有什么胶？还有我们的这种纹理胶，就是彩绘胶，纹理胶免洗的，彩绘胶免洗的。还有我们的那个现在有这种叫什么拉丝胶，对吧？拉丝胶现在也出来是那个免洗的，所以像只要是免洗类的胶，比如说我想要点丝丝状状的那种，我只要这些丝儿有一点魔晶粉，那你就可以用到拉丝胶，或者说用拉线笔蘸一点点其他免洗类的胶画一条线去蹭粉，所以一定是用免洗类的胶才能去蹭上我们这些所有类型的粉，好吧？月光石啊，月光石、人鱼粉，这里写的是人鱼粉，名字还有等等非常多，只是随便举了几个例子，所以说现在学会一种，其他你就知道是怎么去操作了，好吧？这个免洗类的这些可以理解吧？我这个可以理解吧？活动粘钻胶中间那个字是什么星石？月光石，什么星石？我这个字有点丑啊，月光石。现在都买粉都知道月光石粉嘛，月光石粉没问题吧？免洗类可以理解啊。拿过这个来看啊。如果说同学们提问一下，我如果想让这个花立体的这些是魔镜粉的质感，我该怎么去操作？你就可以用到什么免洗的彩绘胶去画，画完之后直接蹭粉，对吧？这样就方便。所以你再看你做哪一步，选择不同的这些胶去进行操作就好了。细的那种纹路蹭粉打哪种画的，可以用拉丝胶，你也可以用拉线笔去蘸着这些线条画。你的拉线笔可以画出很多图案，你的万能笔画彩绘的时候，你也能画出各种各样的花。那么你能画出什么形状来，你就能蹭什么类型的粉，好不好？就能蹭上粉。拉丝胶，你知道什么是拉丝胶吗？还有这种什么彩绘胶、纹理胶和彩绘可以理解为一种啊。这种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质地的吧？你像这种果冻粘钻胶的话，这个胶它属于质地偏稠的，所以说如果想要我再换一个颜色啊，换一个颜色，刚刚有同学问到它有什么区别呀？如果说你做的这个纹路看右下角啊，纹路想要立体感的，一定要让它特别凸起，立体感特别强的情况下，好多还在外面。立体感比较强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用的胶就要偏稠，越稠越好。稠到什么程度？稠到这种，就你刷上去之后，它一点也不会流淌，看到没？就这样的，它一点也不淌胶，所以你刷出来什么感觉，它做出来就是什么感觉，蹭出来的粉就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说啊，我想要立体感的，我用一个偏稀一点的胶，这个也能蹭粉，但是你刚刷好的纹路，它自己马上就会流平，就会偏平一点点。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感觉我做的那种什么布奇拉提也好，做什么款式也好，没有人家立体，就是因为你的胶选错了，好不好？所以说想要立体感的，要选择偏稠一点点的胶，越稠它的立体感是越强的，而且不流动，这种不流动才会最好。来，彩绘胶里面我们的免洗彩绘，它是不是不流动的，对吧？这个可不可以做出立体的效果？也可以啊。月光粉、珍珠粉、极光粉有什么区别吗？它操作起来没有区别，它的区别就是颜色的区别，效果表现的一个区别。比如说魔晶粉出来的时候，整甲是那种可以遮盖住底色的那种感觉，是金属质感的。然后月光粉这些呢，就是你们应该那个月光粉我一会儿给你们蹭啊。还有
有一个就说是极光粉，极光粉是出在这个魔镜粉之后，它主要它的这个要的是它一个偏光效果，有一点点光，但是它的遮盖力并不强，所以说大家可以这几种粉都买一下，买回去之后都能用得着。然后你可以自己试一试，或者说你现在从咱淘宝上你去搜这3个名字，它分别都能给你有那种图，能看出来最终的一些好多款式的操作，好吧？所以说你如果只是想要一个偏光，那么你就用这种叫什么极光粉。然后如果想要遮盖力强的，一般魔镜粉的金色、银色、橡皮筋也有好多颜色，红色、绿色、黄色、紫色，啥也有，它的遮盖力会能遮盖住底色。像这种月光粉呢，它就是还有包括珍珠粉这些，就是主要以这种白月光的那种感觉为主，就有微微的这种一点点光啊。立体造型胶，还有立体造型胶主要做一些这种凸起的纹路的，比如说我们要做点戒指类的啊，做点什么类的都可以用到这种造型干钻胶。但是像这种胶你是不能直接蹭粉的，所以当你捏好一个形状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形状上面去涂上免洗的胶，然后再去蹭粉，理解了吧？涂上胶之后再去蹭粉，一会儿给大家逐个快速演示一次啊。好了，来我们试一下，要立体感强一定要选择偏稠的胶，要光滑的情况下一定是整甲，要没有任何颗粒感。做魔镜粉同学们，我用一个正红色的字给大家说一下注意点，这里面常容易出错的点。首先你在做全甲类就是满甲粉的时候，一定要把封层涂光滑，我好好写一下，封层要涂光滑，你的封层光滑了，你的粉出来就干净。如果说你的这个封层在涂的时候有一个2个小点点、3个小点点或者坑坑洼洼的那种，那么你涂出来的这个甲面就会有一点点那种凹陷，是弥补不了的。所以封层必须要涂光滑，好不好？做一个魔镜粉渐变，过一会儿这不是都3个都写着吗？有全甲、有渐变、有纹路，都要给你们去做，一个个来啊，不着急。那个谁，帮我拿一下那个纸，谢谢。不好意思，有点感冒了，那个谢谢。不纸巾，我要擦鼻涕。一会儿咱的那个魔镜粉渐变，还有月光石渐变，什么珍珠粉渐变都会给大家去做啊，都给大家做。好了，这是第一个，封层要涂光滑，然后一会儿还有别的我们再去加。咱先拿一个甲片，同学们找一个甲片去试一下。如果说那个我怕遮盖不住微笑线，你比如说你用极光粉或者月光粉，如果你怕遮盖不住顾客的微笑线，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在这个透明甲片之后，我们可以先去干啥，然后再蹭粉的，同学们应该先干啥？先多喝热水，谢谢。其实多喝热水真的有时候挺管用，涂底色。对了，先打底色，底色可以是透色，可以是实色，这个没有明确规定，要看具体的款式需要，好吧？来，我先做2种啊，就2种粉类型的一个满甲的，然后这个呢，给你们看一下，我都不打底色，直接去蹭粉，你们看看出来会有什么效果，好不好？我用一个这种超亮封层，就是一个免洗封层去做啊，涂2个指甲，这个我先擦一下啊，不要我的手刚刚摸过，可能会有油啊什么东西的。一会儿还有好多小重点，我讲到的时候我会接着给你们写下来。好，2个同样的甲片啊，来，同样都去涂上这个免洗封层。你们用钢化封层啊，那些镀金封层都可以，尽量选择那种就普通一点点的这种免洗封层就可以，轻轻的去刷上去，不要刷的坑坑洼洼的。想让甲面干净的话，这一步就很关键啊，就是我刚给你们写的。你看，来，同学们看好了啊，这个位置有个小点点，能看见吧？右上角有个小点点，有的同学会说，那我一会儿再去建构找平不就好了吗？它是找不平的，我故意留着它，好不好？右上角先留着，故意做一个这个小错误点，这个手也涂上。这位老师，你帮我把那个光疗灯打上来呗，我这个灯放这就行。谢谢。好，我自己来一下。来看好了啊，涂好整甲的这种胶之后，要蹭的是整甲的粉。涂好整甲的胶之后，以防万一它有坑坑洼洼不平整的现象，所以我们记得先留平一会儿。涂好之后不要着急照灯，先去留平一下。写到这儿，涂封层留平，再去照灯。好吧，再去照灯，2个同时了啊。右边是干净的，左边是有这种小颗粒的，看到没？故意留出来的啊。我们去照个灯，照灯照多久呢？一般来说，我的这个灯已经时间比较长了，5年多了，将近6年了。然后我就大概照个30秒左右。如果这是一款新的灯，可能20秒就够了。所以说，具体你要用什么灯，你的那个灯有多少个小灯珠，它是有不同的。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照灯20到30秒左右。蹭粉不是用钢化封层吗？
钢化封层是免洗封层的一种，镀晶封层也可以，超亮封层也可以，然后都能蹭，只要是免洗类的胶都能去蹭粉，好吧？还有现在专门的叫什么魔晶粉封层，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钢化封层。法式魔晶粉是用免洗封层画出，对，聪明的，聪明，是用这个直接你在指尖，像刚刚那个直接拿刷子画出法式的形状，留平之后绕灯去蹭粉就可以了。蹭粉时表面不平，要不就有颗粒；蹭粉时表面不平，要不就有颗粒。来，同学们知道这个原因是因为啥吗？我刚刚讲过啊，为什么会有坑坑洼洼的现象，会有小点点或者凹陷？是因为你封层就没涂好，所以这里为什么一定写着让你们留平、绕平假面，检查没有问题了再去照灯。如果说你上来啊，我就直接就随便一涂就照灯了，它的那个坑坑洼洼它是找不好的，所以说你再蹭粉就会有颗粒啊，就会有那种凸起的小点点不平整的，好不好？来，我2款粉啊，也都给大家表现一下。然后这个金色的这个，哎呦，差点弄错，返回来。好，2款粉。来，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了，蹭粉我不知道大家习惯性用啥啊？如果我是个人习惯用这个东西，因为同学们像这种粉类的东西，你到长时间用手去摸，我觉得没好处啊，没有好处，不是代表它对身体健康影响有多大，是没有好处。所以说大家日常用可以去用这种棉棒，这种东西可以就几块钱买一大盒，很便宜的啊，眼影棒叫做眼影棒去蹭粉。还有一种，如果你们就是想用手，可以记得用完之后马上擦出来。而且同学们在蹭粉的时候，有的同学会提出几个疑问，老师我蹭粉蹭完之后会缩胶。甭管是大面积、小面积，尤其是整甲的，会缩胶。就是蹭完粉，我涂胶的时候会缩胶，是因为啥？是因为你们在蹭粉的时候，多数同学用了手指呢，你的手上有汗或者有油，你就直接去蹭粉了。那你想想，本身粉就没有粘性，靠的就是那一点点的那种浮胶，没有干的时候去粘住的。你手上再来点油，再来点水，来点汗，你的那个粉蹭出来，它肯定表面会有残留嘛，所以你再上胶就有可能会缩胶。所以说，如果你习惯性用手去蹭粉，可以记得拿一张湿棉片，把咱们手上你要用哪个手指就先擦一下，酒精或者清洁水都可以，擦干净晾干，稍微晾一晾，你再去蹭粉就干净的多了，好不好？这个要注意啊，留平倒置也行，你自己让它自己摊开也行。留平的意思不一定只能倒置啊，稍微让它自动扩散一下都可以，好吧？手指头涂蹭粉之前涂什么？蹭粉之前涂什么？这里写了涂封层啊。然后蹭粉之前，你看我这些写的，我怎么能给它挪一挪位置？我上旁边去啊，让它上旁边。蹭粉之前涂封层，我这你肯定是后来的是吧？前来的我都讲过了啊，这些都已经讲过去了这些问题。20到30秒，就是蹭粉免洗类的所有的这些胶都是能用来蹭粉的，好吧？如果大家有刚来没有听到的话，你们就那个一会儿看一下这个课程的回放，我不能再倒过去重新讲一遍了啊，咱时间有限。来，拿过刚刚的2个粉，刚刚说到了是手部的清洁问题，不要有油性的东西，尽量擦干净再去蘸粉。然后一会儿我做完之后，我会告诉你们蹭完粉之后涂啥。这个有一点小颗粒，如果这个时候来看我去蘸粉，蘸的话不用蘸太多，然后去一点点就够，不用太多了啊，不用太多。而且当你这个粉特别的基，另外一个颜色特别的宜，你又想要一个偏中间调的时候，可以2个颜色进行混色。记住啊，魔晶粉之前你可以自己去混色调，比如说我取点基的，我蘸点基的，我再蘸点银色的，然后同时去蹭粉，出来的那个假面就不会特别的金黄的啊，可以自己调一下，那是以防万一的一个点。来，左边我蹭满甲的这种魔晶粉上粉，蹭粉的时候这是照灯20到30秒了啊，去蹭。来，同学们看一下，如果没有底色的情况下，我去蹭粉，这个魔晶粉它是能遮盖住一部分的，对吧？它是能盖起来的，但是它的遮盖力并不强，还能隐隐约约看到一点点底色。所以有的时候你们看到某个满甲的这种魔晶粉款式，哇，人家出来这个颜色怎么看起来金色饱和度那么高？一定是打了底色的。你先去涂个这个浅色的话，就你涂个白色或者浅色的底；如果想要深色的话，你就用黑色或者什么深色去打个底也可以，好不好？先打底啊，去蹭粉。来，如果蹭粉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什么蹭不上的现象，那说明你照灯时间太长了。没关系，我一会儿给你们写出来。如果出现颗粒就时间短，蹭不上就是时间长。蹭粉后涂底胶是的。来看看这个整甲蹭上去了啊，金属感的。但是看看老师为什么坑坑洼洼？刚刚来看过来，我故意留了一个小点点，看这儿，看到没？这个小点点你不管怎么蹭，包括接下来涂加固、涂封层去遮盖、去找平，这个位置会一直凸显。所以你封层做不干净、刷不干净、不留平的话，那么你想要整个指甲做出来那种感觉贼漂亮，哎，那种感觉比较金属感的话，可能就会弱一些，好不好？所以这里一定要写了，封层要涂光滑，也一定要干净，不要有什么坑坑洼洼的。然后如果要遮盖微笑线的话，要打底色、实色、透色都可以，好不好？这是魔镜粉的一个蹭完粉的一个样子，咱还没做完啊，现在我再去蹭一个这个月光粉，擦手。咱们这个粉它有好多种颜色，不一定只有我这一种偏光效果啊。来，去蹭粉。现在你们就知道哦，它这个人鱼粉也好，叫月光石也好，叫珍珠粉也好，它跟魔镜粉又有什么区别？看看什么叫做偏光？偏光是啥意思？看看假面出来的这种感觉，能看出来吗？
别虚焦了。是不是？这个是偏什么光的？它有一点点偏蓝调的光，是吧？这个有点偏蓝调，有的偏橘调，有的偏黄调。这个买粉的时候，其实就买的这个差别，买的这个差别。你看，同样是这两款粉，是不是魔镜粉就要比它的这个粉遮盖力更强？你的粉掉渣好多，取的太多了，取的太多了。就是这个，这是两款粉。来，这里要给大家写出来了，每一层都是你不管是做全假的，还是渐变的，还是纹路类的，在做的过程中出现两个情况。如果说还是蓝色的字儿，用蓝色的字。我写的大，你们自己整理的时候整理的板正一点啊，整理板正一点点。蓝色字上这里来吧，蹭粉，蹭，哎，啊，蹭粉时会出现两个情况，第一个有颗粒感，就是整甲全是颗粒，它不亮，有颗粒不亮，这说明照灯时间短了，就是照灯时间短了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去擦掉，拿一张棉片蘸着酒精或清洁水，把你的那个粉擦掉，你蹭一下你就能看出来。擦掉之后，接着再去照灯就好，再去照一会儿灯，然后拿出来再蹭粉就能蹭亮了，好吧？它不是说你擦一擦就没有用，蹭不上了，不是的，你擦干净之后是可以再次去蹭粉的啊。第二种情况蹭不上了，就是蹭粉感觉粉粘不住，粉粘不住，那么这就说明照灯的时间太长，照灯时间太长。照灯时间长了啊，照灯时间长，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其实相对来说，如果不是长的特别厉害的，手蘸酒精，酒精，或者你蘸你的清洁水试试啊。一般来说是酒精，75酒精，75酒精，手蘸一点酒精，微微湿润就好，再去蹭粉。就能蹭上了，你们可以试一下，好不好？这是两种现象啊，没有第三种，没有第三种，只有这两种，好吧？可以没问题啊。蹭粉时会出现哪种情况？该怎么去操作？这个给大家写出来了啊。来，下一步，刚刚照灯，照完灯之后，我们蹭粉，回过来去蹭粉了。全甲类的，照灯20到30秒，蹭粉，上粉啊。上完粉之后，这个时候需要你去扫掉多余的浮粉。扫掉多余的，你拿粉尘刷也行，然后你也可以用你的一个干净手指再次去给它按压一下，这样能保证这个粉在甲面的一个牢固度啊。两个都可以去同时给它按压一下，边边角角看看都涂到位了没？好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没有问题了，怎么办呢？擦边缘，棉片沾酒精或者沾清洁水湿棉片，就把指甲边缘，就是我们修甲型的那个边边，哎，给它擦掉，必须要擦。如果指尖有厚度的，还得把指节单独擦一下，这个是保证咱们这个粉结实的很关键的一个点，好不好？粉不容易掉，不容易分层的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一定记得要擦一下。擦边缘啊，然后来下一步涂底胶。为什么涂底胶？老师，我能不能上加固？因为这个粉它是光滑的，没有任何的粘性所在，就跟咱们指甲一样。你在这么光滑的指甲有油脂、有什么不干净的时候，你去直接上一层色胶，它能粘住吗？对吧？你上层加固胶就能粘住了。我的加固胶可贵，我加固可好了，那就能粘住了。你用啥也得先用底胶去隔离一层，再去叠加，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牢固度会更强。所以说要先去涂底胶，涂完底胶之后，你可以再去上一层加固，或者说直接做一个后建构啊，涂了加固，这样它能更结实一点点啊。这一步可省略掉，可省。但是有上这一步吧，它会更加的结实，好吧？这个你们自己去选。涂完加固之后封层就可以了，这是针对整甲的一个，或者这两步可以合成一个后建构，做一个后建构。用硬封啊，用硬式免洗做一个后建构就可以了，好不好？好了啊，这是它的一个操作。来，这个时候我要上底胶了，我用的是这个建构底胶，你们用普通的那个胶也行。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大问题，然后用建构底胶好像有点情况，熔粉。今天这节课我有可能会把之前的一些课程给删掉了啊，因为好多知识点我今天讲会更加齐全一点点。建构底胶要比要不你加固底胶，要么建构底胶，相对来说这些胶会偏稠，越稠的胶有一个词儿叫做熔粉，它越不容易熔粉。熔粉是啥意思？你本来这个面是不是挺光滑的，多多少少一会儿上了胶都会有一点点没有这么的金属感强，但是我们怎么能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它的这种金属感或者说光面的感觉？就上底胶。
这个我讲了后面就快了啊。可以用粉尘刷，可以呀，当然可以。粉尘刷，我担心粉尘刷也不干净，它上面有很多小点点，刷不干净。可以，当然可以，用啥都行，你就吹一吹，能吹干净也是可以的啊。涂底胶时可能会出现一个词儿叫做溶粉，或者说是浮粉，就是我们涂的这一层魔晶粉它飘起来了，就跟假面感觉没有那么的粘了啊，溶粉或者浮粉现象。那么这个时候有2种原因，第一个是你的粉不好。粉质不好，你买了一个3块2块的那种粉，它蹭着是亮的，但是你上胶的时候，它马上就浮起来了，粘性太差，粉质不好，这一点很关键。很多同学不愿意去找这个问题。哦，你不是说便宜的就行了，但是有些东西买好的，有些东西不行，好不好？所以跟粉质有很大的关系啊。买粉的时候尽量买现在的粉都还好了，一般在10几20块左右，20块左右都没问题啊。不要买那5块钱买10个颜色的那种稍微差一些，可以用来买极光粉，但是魔晶粉这些不行，好不好？第一个粉质不好，第二个底胶太稀哟。好了，来，能不能看明白？涂底胶时如果出现了溶粉或者浮粉现象，第一个粉质不好，第二个你用的底胶太稀了，而且停留的时间特别的长。你涂的那层胶之后，涂完一个手指先去照灯，别一双手全部同时做，那个手你等的时间越久，再好的粉它浮的粉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刷上去之后赶紧去照灯，好吧？赶紧去照灯，然后做另外一只手，2个手就跟做建构一样，交替去操作就可以了。所以当你发现浮粉的时候，第一个考虑是不是我的粉质问题，第二个如果说是你的底胶太稀，你可以选择换一块偏稠一点点的胶，而且在刷的过程中不要太用力，轻轻的去刷一遍，过一遍就行，好吧？来，我就上一个啊，建构底胶，序号胶，轻刷平刷，快速过，速度越快越好。来看看我这个溶粉了吗？并没有吧，这个就是在咱们小店里一直给大家发的那个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是说自己做不好，同样一款粉，你可能说一旦你用错了这个底胶或者啥，它可能效果就会不一样了。哎，刷好这层胶之后，稍微留平一下，留平不用非得倒置啊，就是让胶自然的摊开，看光圈检查没有什么问题，去照灯。现在照灯就照60秒了啊，就不用再照30了，好吧？不用再照30了。蹭粉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经常感冒，吃点维生素。好的，谢谢。你也清楚我经常感冒是不是？我原来我3年不再感冒，不再发烧啥的，就最近感冒极其厉害，就是仨月感冒2次，一次半个月，头疼。蹭粉出现了问题怎么修补？出现什么问题你要具体去说，它有好多问题呀，是蹭不上还是怎么着？如果你刚刚有看到的话，在这儿都写了。其实你们唯一能出现的2种情况我已经标出来了啊，好好看课啊，好好听。都讲过去了，来照一下之后过来看，它有没有就是感觉稍微那个粉好像没有刚才粘性那么强，但是它这个影响并不大，对吧？这个上手上去金属感也挺强的，有的那些粉一刷，我的天就满天星了，那样就没法看了。但是你看这个小颗粒点点是去不掉的，好不好？是去不掉的。擦掉，如果有颗粒的话，那就只能磨一磨；有颗粒你就只能磨一磨，就是把你的魔晶粉擦掉之后，把那个位置磨一磨，打磨掉，重新涂一层封层，再去重新蹭粉。这是做好，想要把它做漂亮的话，唯一一个途径就是把你之前那一层那个封层打磨一下，海绵泡磨一磨，然后重新上，好吧？但如果说是那个蹭不上粉的话，这个就手沾酒精了，你也经常感冒。好了，这个也是，我也把这个隔离一下。一会儿我看看咱时间那个多的话，我给你们在这上面，不是最近都用它去粘钻呀，或者说啥的，需要我给你粘个钻，磨清粉之后咋粘钻啊？用这个建构底胶，我就不需要涂加固胶了，我这么一层质地偏稠。跟你说个事儿，其实我是这个有孩子怀孕，所以我可能各种问题出现的比较多。这是我的手为啥不做指甲的原因。来，等等啊。这个拿去照灯吧，我这个灯斜的放。好了，这是整甲的。最后你上面，其实在这一层隔离之后，因为有浮胶嘛，你可以在这上面去粘饰品。你喜欢什么饰品就可以去粘，在这上面去粘，粘完然后整甲去封层就好，好吧？可以截屏，可以。一会儿我下播，不是我结束这节课结束之后，我会把完整的，但是我重新整理一下，哪里不好看我重新写一写，然后给你们一个漂亮的图片，就发到这节课。你们回头看回放，这节课底下有一个知识笔记，你们就能看得到，好吧？恭喜，这事一点都不好，影响好多事情。来，第二个，同学们，这个全甲类的学会吧，然后我们去学第2种渐变类的啊。渐变怎么做？这不好，一点都不好，就啥也干不了。来，渐变类，这是你们今天一直想学的。我把这俩先放到旁边，然后这上面呢，这俩我分别去打一个底色，好吧，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点啊，上个底色。我不知道魔晶粉也好，那个这种极光粉也好，它可能效果会不同，所以我2个同时给你们去操作。至于你们说那种什么极光粉、人鱼粉，就差不多，就差不多，唯一区别就是这俩区别会大一点。难受是啊，难受加倍，可不是咋地。
蹭上粉涂底胶60秒，60秒。60秒啊！我一会儿给你们重新整理一下，这字有点丑，先上个底色来，你们也可以试一下，好吧？做个小渐变啊，渐变完了一会儿教你们一个那个纹路类的，咱就结束了。这都是给学员们你们买新手套装带的那些胶，比较好用的胶，常用的颜色。有的同学这个颜色不知道买了多少。同样按这一层胶，颜色无所谓，你磕磕绊绊无所谓，待会儿上封层的时候光滑就行。前面这个无所谓，轻刷平刷。薄薄一层，它只能淡淡的遮盖，但是遮盖不了特别强，盖不住指甲那个底下那种假托呀，不像实色胶只能盖住色，这个盖不住。涂上之后，同学们记得检查指甲的边缘，边边角角一定记得要检查，这个我必须要给你们写出来，我有点操心，这个不行，有点操心。噔噔，完了蹭好了，没事没事没事。好，这个操心又来了。可以看懂啊，可以看懂。涂了底胶用酒精不需要擦，擦它干啥？一擦有可能会掉哦。涂完你就薄薄一层底胶之后，直接再去上那个，你去再擦底胶的辅胶的话，有可能会掉。你要不想掉的话，你就再加涂一层加固胶，或者再加上一层底胶。底胶可以涂2层的，不一定非得只能一层底胶一层加固，也可以2层底胶的，好不好？来渐变类的，渐变类的操作的方式去渐变打底色，然后整甲封层。记住哦，是整甲封层，不是只做渐变封层，这个不需要让封层去渐变。所以说你在打好底色之后，整甲上封层胶，封层的时候要注意啥来着？涂封层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来着？建议大家把今天的这个笔记记到本子上，而不是说要保存到你的手机里面。我的这个截图没有用啊，就照片你今天拍了3天之后，你再找今天的照片，如果他经常做科甲拍照的话，你会发现找不见了。一张图片你缩小之后更不知道是啥，但是本子上的东西，打开魔镜粉的那一页，你就能知道哦，当时讲了哪些问题点，蹭粉时出现的情况怎么解决，然后要注意一些啥，全甲怎么操作，魔镜粉的不是纹路怎么操作，渐变怎么操作，都有可以分别看得见，比你去找一张图片翻看的时间，一个短，第二个快速，好吧？所以说不要说是我不给你们，有的时候因为有些东西必须得让你们记下来，才对你们后期有帮助啊。来涂好之后不要着急去照灯，检查甲面是不是光滑，尤其是边边角角有没有坑坑洼洼，没有的话，现在照灯要多久来着？封层前就是蹭粉之前的这个封层照灯时间是多久？还记得吗？20到30秒。对了，20到30啊，是一个区间，好不好？照完灯之后开始去蹭粉，蹭粉下来，蹭粉。好了，蹭粉看看渐变怎么去操作啊？蹭粉先涂满指尖，就是你想要整体偏实的那个区域，实一点的区域，实点区域。你们自己加字多加点啊，是啥意思？什么意思？我先拿这个月光粉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做的这一层，我想做这个渐变，我就想指尖一点点，哎，有渐变效果，那你再蹭粉，先去把指尖一丢丢涂上。如果说你想渐变位置比较高，你就不要只涂一点点，涂的位置就稍高一些，好吧？那蹭粉啊。去粉，先去，比如说我要涂1/2，大概1/2左右吧，1/2左右。好，我的渐变位置我就涂到这。大家看这边边角角能不能看到边缘的那个地方是不亮的？正好跟你们说一下怎么解决。不亮说明刚刚这个位置照灯时间短了。看看这边也是照灯时间不完全，擦掉，拿你的手拿到灯里面再去照10秒钟，10秒8秒都可以。10秒8秒都可以，拿过来之后再去重新蹭粉就能蹭上了，好吧？湿棉片，干棉片擦不掉，湿棉片，你看现在就亮了。看到没？现在就亮了。所以说有时候蹭就是这个地方怎么，哎，就中间一块不行，或者边边角角一块不行，那你就把它蹭那个擦一下就得啊。好了，
前面你先把实色，你看是不是渐变效果就出来了？后面是透明的，前面是这个给它遮盖住的。那中间这块我怎么给它弄渐变呢？用你另外一只手稍微干净一点点的手，或者说因为粉蹭完之后就没有多少了，你就在后面过渡的地方轻轻的给它来几下。这就是那个渐变效果，因为像这种粉的出来不会那么的明显那个分界线啊，所以你轻轻的来几下就行。但如果说你感觉这个位置有点太重，找干净的手指去把这个地方边做边擦，相当于给它揉开，把这个边界线给它过渡开的效果，这就是做一个小渐变，能看到吗？这个底色还是不够强烈啊，一般像这种效果不会特别的那个啥，那个渐变。没懂啥意思？什么没懂啊？什么没懂？你是从哪一步开始就没懂的？我用魔镜粉给你们举例啊，来涂一半，涂一半。还有谁没懂？把你们没懂的点抠出来。来涂一半，涂完一半，这个分界线不是明显吗？手上又把这个粉没多少了，或者说你在这个棉片上擦一擦，哎，稍微留一点点的粉，粉别太多，然后我只把这个后面的边缘散开，再散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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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渐变不就有了？它的那个分界线就不明显。如果说你感觉哪里太重的话，找个干净的手指把这儿给它揉开、擦开。想的超仔细，后面渐变有颗粒感，都会有一点点，都会有一点。但没办法，粉类的都没办法。你要想让它一点都没有，不可能。你像月光粉那些，它看不出来，但像魔镜粉这些，它肯定是有一点点金属感的。所以说，最好不要在特别浅的颜色上面直接做很深的这种魔镜粉渐变，做不好。所以说，当你想用一个魔镜粉的渐变跟这个上面的颜色，上面的渐变做两种上下渐变的话，先去做魔镜粉，魔镜粉做好之后，上面再去叠加另外一个颜色过渡开，它的那个颗粒就被盖住了，好吧？所以有粉和胶的时候，先做粉再做胶。如果说你感觉就是月光粉那种的话，随便，它在后面一层做就可以了啊。这是魔镜粉的一个渐变，做好之后，同样拿手可以干净的手指给它再压平一下，压完平之后，下一步要干啥来着？同学们，快想想，同样的跟全家的魔镜粉操作方式是一样的，接下来要干啥来着？封层后照干直接涂蹭粉，为什么还要照灯？照灯，因为刚刚没蹭上呀，刚刚有中间能蹭上，边缘的地方蹭不上嘛。边缘的地方是出现了这个有颗粒不亮的感觉，说明边缘的地方照灯时间不够，所以我又把它擦掉，再次绕灯了一下边边，又再次照了一下，再去重新蹭就能蹭亮了。因为你不能保证你照灯之后这个地方照到了，边缘没照到，那怎么办？就这个意思。涂底胶，涂底胶之前看喵的回复啊，一定记得先擦边缘，湿棉片先把这个边边角角两侧的地方擦干净，再去涂底胶，好吧？这一步一定不要省掉，这个很容易让我们指甲前端开边起翘的。魔镜粉本身这个问题款式就容易出问题，好不好？你看这两个渐变不就有了，效果就有了啊。好，然后下一步就是涂底胶，上底胶。真好，你们就随便问，不懂就问，这说明咱都在学。现在隔离就整甲隔离就行，不用非得只把那个有粉的地方隔离，整甲隔离。底胶，如果说其实想要我们这个更结实的话啊，你在涂底胶的时候可以适当去包一下边，但因为延长甲的这个尤其是尖形椭圆形，它看不到边，所以就不用包了。你如果说担心，可以去包边啊，底胶可以包边。我一点也不担心它会蹭粉，不是融粉，因为一个粉我能相信它，然后另外一个刷胶的手法要轻柔，然后要快速，不要使太大的劲儿，哎，给它刷下去。接下来稍微留平，等待一会儿去照灯就可以了。你跟你多久了？你跟我多久？你跟我估计得有个小1年了吧？得有个小1年了吧？照灯60秒钟啊，照灯60秒钟。你是几月份来着？几月份？哎呦，我说半个小时，怎么讲了50多分钟了？哎呀，讲不完，完全讲不完。哎呀，怎么50多分钟了？我一会儿把这视频切了。我要快速了啊！后面我就很多问题我就不再唠叨了，不再没看到的就看回放了啊！直接重点区域，然后少量的粉，用少量的粉去揉边缘，好吧？揉边缘出过渡效果，渐变效果，做出它的渐变效果来。然后下面就是上底胶，哎，不对，先擦再上底胶，后面步骤都一样了啊，其他的那些都一样，先擦底胶，同样照灯时间60秒。然后可加固可以不加固，也可以直接封层，也可以再叠加后面的款式啊。这就是这些2年以上了，有2年了。我咋记得你是去年开始跟我的，啥了不得。来，纹路类最后做一个啊，纹路类的怎么去做？我再找2卡片。其实点好，但是有的同学他不爱上长的时间课，
可这一旦时间长了，就接受不了。我找两个短的啊，随便找俩甲片。但是我估计以后谁魔镜粉不懂，上今天这一节课就能给你搞明白啊！来，上打个第4。所以这里面你们做的过程中，做款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只要牢记这里面的一些小细节点的话，做起来你就慢慢的去试。就比如有人想让你做的话，你就大胆去做，去尝试，做坏了也没事，咱至少积累了经验。千万别说，因为我没做过这个款，我就放弃不了它啊！等等。好的，来纹路类的，纹路类的一般就是用魔镜粉了，像人鱼粉这个用的就少了啊。纹路类的几种方法，比如说一会儿我会用一个拉丝胶，我可以给你们演示；彩绘胶我也可以给你们演示，我可以直接刷到一个上。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们不切拉提这个款估计都快过去了啊，这个款都快过时了。喜欢什么类型的，记得要立体感强的，一定是偏果冻胶类的。想要只是区块的，直接拿那个甲胶的色胶、甲封层画出想要的形状边缘去操作就可以。直播愿意看长的，视频愿意看短的。我们好像都一样，咱们好像都一样。来，纹路类的啊，纹路类操作的时候，因为我们只是要纹路中间有一点点粉，比如说拿一个做坏掉的，我只想中间有粉，上下的白色不想沾到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有两种解决方式，我快速讲啊。绿色吧，第一种涂加固，擦浮胶，打磨，整甲打磨。啊，第二种方式涂隔粉不沾粉的磨砂封层，就是我需要先把整个底儿给它隔离开，然后我哪里想要有纹路，我哪里想沾上粉，你单独再画，好吧？涂不沾粉磨砂封层，记住是磨砂封层哟，普通的磨砂不行。如果行的话，我这里就不会加上一个不沾粉的磨砂封层啊，然后直接照完灯画纹路就好了。啊，直接照完灯画纹路，两种方法打磨呢？为什么不能？你像刚刚我上了色胶，我直接能打磨吗？对吧？我怎么能保留色胶？所以说需要先上一层加固胶，擦掉浮胶之后给它打磨一下，也可以直接用一款隔粉磨砂封层。咱这个是叫做磨砂雾化，我觉得它挺好用的，你们可以试一下。如果你们手里的隔粉不好用，可以用它。这些之前露露老师有一节这个魔镜粉课程给你们扣的挺仔细的，我是有一些点嘛，我想给你们特别突出的讲一讲，就别那么唠叨的去讲。那节课2个多小时呢，我就给你们想着说是用半个小时快讲完。来，涂完磨砂封层之后，留平倒置，留平。留平后去照灯。如果说你不留平，甲面那个磨砂封层会坑坑洼洼的，有多有少，好吧？所以先这样。哎呦，我刚碰到，气死我了！刚刚放进去碰自己滑进去。我试试啊，能不能行？哎呀，可能会缩胶。就这么着吧，没胶就是看啊，知道这个碰不胶。照灯1分钟。画纹路了啊，纹路你们想看个啥？我什么的都给你们弄一下吧。但是这个磨砂封层一定记得必须要照灯60秒，你照30秒的时候，它的隔粉效果达不到，一定要多照会儿，也不要少照了啊。磨砂封层一定要多照一会儿灯啊，记得这个小问题。雨涵，该去学画画了，叫。好，60秒整，拿出来之后稍微等一等，看看，你看看甲面没有那种油性的那种，流亮亮的点，那就说明没问题了啊。现在在这上面去蹭粉，然后做纹路。比如说，我想做一些那种比较凸起的，你甚至拿这种东西，果冻胶、果冻粘蒜胶、免洗的果冻粘蒜胶来看，像这个，我想做什么纹路都能做。我想要那种大块状的，对吧？这种块状的可能比较，这种的，能看出来吗？直接刷2下完事儿。别虚焦，老虚焦。这种纹路类的，直接刷上2下完事儿。还有，如果说我想用它做点那种丝状的边缘，周围一圈的也可以，我用它，就看你们控笔能力了啊。啰啰嗦嗦的来一点就行。然后有的时候你们实在画不好，可以用拉线笔画。然后注意不要画粗，有这种立体感觉，它是不会掉下去的，它会一直是这个样子。这是用那种果冻胶去做立体纹路。还有一种是你们比如说用这种，我想做一些那种立体的小花花，该怎么去做？取胶，取的时候压的时候就不要画的太平，多取点。画。
这个胶太稀的话不行啊，你像你用那些叫什么那个粘钻胶啊，免洗粘钻胶是免洗，但是它会流动，所以说它有可能做不到。你看这个花表面有一些小纹路感觉吧，就做不出这种感觉来啊。来，去照个灯，把这个先去照灯，照灯多久呢？20到30秒钟。来，我再用另外一款拉丝胶和彩绘胶给大家演示，这2款都是免洗的胶啊，都是免洗的。看丝动。你的胶太稀了嘛？你的胶偏稀呀、或者说你取胶取的太少了，你取就一点点的胶，你压下去，它的纹路凸起不够。你要有凸起有凹陷，一定要有足够的厚度，胶量要足够。要么你的胶太稀，要么你的胶稀胶的能留平，要么你就是你的这个取胶量太少，好吧？好，拉丝胶。彩绘胶，你们那会儿还需要用啥嘞？我给你演说一下你的那个问题。比如说，你用这个笔去取彩绘胶画花啊，或者取什么你的造型胶去画花。如果你取薄薄的这么一层，你压下去，你看是不是它的表面没有凸起的感觉？说明胶太少了。6花1万钱，你们后期想买啥需要的，其实有的时候我给你们，咱家老师给你们推荐多了吧，就像我们在卖东西故意卖啥一样。但有的时候你们拿不准的时候，别自己乱买，好不好？别自己乱买。你看胶但凡多一点点，凸起来了不？是不是立体了？是这小意思啊。这个可以叠加2层嘛，第一层用它去叠加，第2层用啥去叠加。然后呢，我非得去用那个叫什么，拉丝胶去画线条，也不一定，有点炸毛啊，我也不论笔了，给你们稍微演示一下。这不也用拉线笔也能去画，是不是？直接一次性画好。点点，完事儿。还没到，我慢慢来。这个拿出来，这个再去照灯30秒。30秒，30秒哦，不要照多了，就照灯30秒，这个就可以用来蹭粉啦。你要喜欢魔镜粉类的，好蹭粉，看看这是刚刚那个立体纹路的，用那个，哎呀，照灯时间不够，哎呀，照灯时间不够，翻车了，同学们，快抬头看，我翻车了，看到没？这个胶凸起来了，这个胶凸起来了，再就是那个蹭粉它不亮，但是那个磨砂面说明照灯时间不够，这个擦就有点危险，我试试啊。一擦可能把它擦掉了。哎呦，为什么呀？怎么就结束了，翻车了嘞？再照一会儿，这个先拿出来。买不好月光粉。你看它不是有图片吗？你不用买太多，你就找个类似的通用的就行。我到现在我这很多款，我就一共3款粉，一共3种粉，我来回倒，我来回调一调，我都能用。你不一定非得去买的，就是所有的粉都集结全，集不全的，集不全。他从他家买，他从他家买，粉质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区别，好不好？你就买差不多就行了。你看现在就亮了，看到没？现在就好刷了。刚刚照的时间有点短啊，所以你们多多注意，好吧？扫掉多余的粉。上面那个咱就那样吧，我把它擦掉。看底下一点不沾粉，看见不沾粉的磨砂缝能小的小金花，包括你想要这种效果的时候也能出来。哎呀，不长记性了，怎么还？你看一擦掉了，照灯时间太短。等会儿，怎么不长记性？我觉得月光珍珠粉、海泥粉，你就看它图片呈现的效果。如果说是感觉差不多，你就买个类似就行。只有它颜色你保证好，颜色别有太大的差别就好啊。这个翻车意料之外，非正常的情况。照灯时间一定要足够，别有偷懒。
边边为什么沾上粉了？因为我刚刚在擦的时候把中间那块胶给碰到旁边了，而且这个棉片上面已经沾到了其他就刚刚这个指甲的一些胶，所以说你旁边已经有了一点点浮胶，你擦是擦不掉的。正常来说我们做完是这样的啊，照做完是这样的，这个不应该翻车，这个没什么翻车的这种可能性。翻车唯一做不好就要么照灯时间，要么你的磨砂封层没有涂好，一般来说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太失败了。我错了。蹭个这个再有问题，那白搭了。擦掉多余的，咱剩下什么花我就给你们弄出什么花来，好吧？我换手，我不用那个眼影棒。这个粉胶都要起来了。你看现在这个粉就蹭不上了，看到没？现在就好了。所以说刚刚是照灯时间太短，你们把控好照灯时间比什么都强，好吧？比什么都强。这不行了啊，这个失败。美甲就买不完。买的俄式磨砂封层粘粉就重买，你试一下那个啥，增加一下照灯时间。还有一个，如果说蹭粉磨砂封层这个地方给你们写一下，我就先到这儿，好不好？你们看一下，知道是用就行了啊。这个魔镜粉这些东西尽量别呼吸到嘴巴里面去啊。哎，这个不粘粉磨砂封层，为什么有的时候涂了没有用？有可能不是人家的这个胶不好，一个是你前一层浮胶太多。比如说你前面涂这个磨砂之前，前面做的加固、做的建构，浮胶特别多。你在涂封层的时候，浮胶就进到这个磨砂封层里面去了，所以出来的它的表面没有那么的隔粉。像刚刚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啊，我做过多少次绝对没问题。但一定是要注意照灯时间，好吧？前层的浮胶太多，要么你那个还会粘粉的话，就是照灯时间，刚刚说的照灯时间。要么写个要干啥？两种情况啊，所有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我都给你们放到这里了，好不好？一会儿我把这个整体截一下图，把这一块斜着的重新写，给你们写漂亮干净一点点，然后把这个截图放到咱们课程底下的那个随堂课件里，让你们这样去看一看，好吧？因为我就发到群里面了，有些同学他不需要，我就别自己没事找些事儿干，好吧？浮胶太多擦吗？这些问题咱还用问？咱都是老美甲师还用问？那浮胶太多了怎么办？一胶了咋办？一胶了就减少取浆量，浮胶多了就擦掉它，对不对？浮胶太多就擦掉它。但是如果你已经上了那个磨砂封层了，才发现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你就只能把它打磨一下，再磨一磨，重新上胶，它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能重新做啊，只能重新做。讲各种磨镜粉区别，磨砂的区别，磨砂一共两种，磨砂一共就两种，要么隔粉，要么普通，很多名字归名字，但是实际用起来它是一样的。我随便我手机呢，这个手机有没有淘？我找找啊。你们看到好多名字，我自己就是咱一个群里面大概有500位同学吧，一个同学起一个名字就有500种磨砂封层，但是你可能用的是同一款胶，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好不好？你需要笔记写的太慢，我给你们笔记截图，你们自己再记下来，但是一定要写下来，好不好？磨砂封层。你看搜磨砂封层，要么俄式就是不粘粉，不粘粉就是俄式，好吧？然后水彩磨砂封层就是普通的磨砂，就只要能粘粉的，就是一共你们准备2种，第一种隔粉的就是不粘粉磨砂封层，第二种普通的磨砂封层，就这2种就够了，不用这买那买的，什么丝绒什么丝绒的啥不需要啊，不需要。咱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啥，没有别的任何意思，我就随便拿一个它的磨砂什么叫做免洗磨砂封层，那反正人家是这个名字，这是谁？这是什么？欧珀丽不是。不粘粉磨砂封层，看到没？不粘粉磨砂封层，质感磨砂、半哑光磨砂，就是一样的啊。丝绒就是不粘粉磨砂封层，丝绒就是磨砂封层。丝绒封层你得看它的名字是不粘粉丝绒，还是说这个就写了个丝绒？丝绒的就是一个普通磨砂。在没有隔粉之前，一直都是这种啥的。你看镜面粉专用的蹭粉用的磨砂封层，看到没？磨砂封层，这是个什么东西？镜面粉俄式不粘粉的，它都会给你标注出来的，它不可能给你就是盲写，好吧？它只要没标注这个不粘粉，那说明那个就是一个普通磨砂封层，没问题了啊。看这个磨砂封层，哎，注意粘不粘粉磨砂封层就很关键了。没有任何的品牌是爱谁家谁家啊，我就给你们举个例子，麦芽糖不是免洗的，不可以蹭粉，对，麦芽糖不是免洗的。糯米胶和麦芽糖胶都可以蹭粉吗？都不可以。这2款胶因为它需要它的粘性极强，一般做的都是非免洗的，所以说是蹭不了粉的。你们确定不好的时候，从谁家买的胶就找客服问问这款胶是不是免洗的，或者你自己照灯试试测试一下，对吧？你不爱说话不想问人家，你就自己试问一句也行。有没有知道它是免洗还是不免洗？咱不是开始就说了，所有免洗的也都能蹭粉，非免洗的都不能蹭粉，这个没有什么任何的意义，都是一模一样的啊，不是说谁家就不同了。前层浮胶太多，刚说过了，你打磨完重新做。如果说是已经浮胶太多了就擦掉，就是说你以后你在做的时候就知道我擦掉浮胶这款啥加固之后，我就先擦浮胶再去操作。我这么说把注意点说出来了嘛，你就注意一下，你别说哎我知道加固胶浮胶多，我试试吧。然后好了，然后你只能把那个涂了磨砂封层的那个胶磨掉，再重新去操作。别给自己找事干啊！糯米胶或者麦芽糖胶没有别的问题是吧？左上角白色括号是什么胶？这个果冻粘粉胶免洗的，有免洗有非免洗的。果冻粘粉胶
果冻粘钻胶是一个免洗的胶，是免洗的粘钻胶。然后我现在推荐你们粘钻用的话，可以买2种胶，第一种就是麦芽糖或者糯米胶，那个选择一款好的胶，它粘什么钻都能粘结实，好吧？不要去考虑什么胶粘什么钻，就买一款那种结实的胶，粘啥都能粘了。完了呢，你就用个硬封去包边，或者用这种的去包个边，2款胶就可以啊，小件都有，小件都有。然后 Cherry，你的那个我没有用过，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你去解答。如果你是给同学推荐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参考一下，这都是其他同学用过来的一些小建议啊。收起来，用完就收起来，别堆着。然后我把这个笔记整理整理发给你们。有问题就问，没有问题大家就可以休息了啊。一会儿你们去在这节课里面打开这节课的下方有这张图，然后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老师在直播间，就是大家要图的时候，没办法，我没办法，因为后这一两天我这个东西就全删了就没了，所以说你们看那个课程下面的介绍里面或者随堂笔记都有给你们标注好。